OK，那开始我们讲第二个案例了。那第二个案例的话，也是关于我们组件的一个竖板使用的。那可能会有部分同学说，我添加一个竖板会有什么结构上面的一些问题吗？那我们拿这个案例来讲这个案例，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红色框框框住的一个柜体，然后这个柜体它原来本身呢，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些竖板层板的，是设计师后期自己手动添加上去的。添加完之后安装就反馈了。这个柜子的顶板不好装，那为什么安装师傅会有这种反馈呢？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种吊柜的一个结构。那从这个柜子的外表我们可以判断得出，这柜子它是属于一个休边条的一个结构，对吧？顶风板。然后如果它顶风板为一个休边条结构，那它的顶板就是个后装的一个顶板。它用的五金的话叫潜力拆坯潜力拆坯。如果安装师傅想把这个顶板给装好的话，它需要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从下往上拍。才可以把这一块顶板给装得进去的，对吧？那假如如果我后期中间它有竖板的情况下，而且我竖板它用的是3合1连接的像这种情况下，我就没有办法从下往上拍得进去了，我只能是从下往上的去安装。如果从下往上去安装的话，就会出现类似这种安装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它有一边是可以卡得进去的，有另外一边它是卡不进去的，就会导致安装困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用这种竖板的这种功能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了。注意什么呢？就当我们的顶部为这种休边条的结构的时候，我们中间的立格板它是不能够直接到顶到底的，这个结构它是不允许的。如果我们中间要有竖板的话，它只能是2个柜体侧板合并，这样的话才可以保证我顶底板后装的这一种情况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清楚。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它可能是不到顶不到底的，但是它做了这种倒梯的一个结构，同样的一个道理，它也是不允许的。这种的话只能是把你的一个休边条的一个结构改成为一个无顶风板的结构，这种就可以正常的一个过单。OK， 这就是添加竖板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内容就可以了。这是第二个案例。那第三个案例的话，可能大家更没有关注过的没有关注过的。那我这里先问一个问题，那像我们这种3合1的顶板大家觉得它的五金它是朝上好还是朝下好这个的话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可能会有部分的同学的话，他觉得可能是朝上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朝上的话孔位会少那是不是会更美观一点，对吧？OK， 也可能会有部分的同学会说什么呢？他觉得可能是朝下的会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柜子有可能是到顶的，如果你是朝下了、朝上了，那它螺丝它怎么锁？它是锁不住的，不一样，对吧？其实这2种说法的话都有道理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软件它是怎么去默认这个规则的。OK，当我们的一个柜子的尺寸的话，它是小于1.6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顶板的一个3合1的话，它是朝下的，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它默认我们客户看这一块顶板的话都是俯视的这一个角度会比较多，所以五金它是朝内的，美观性会好一点点。当我的一个尺寸它是大于1.6米，小于或等于2.2米之间的时候，它这个顶板的3合1的话，就变成朝上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话默认客户看我这一块顶板的一个角度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仰视的一个角度，对吧？那仰视角度的话，它五金朝外的话，它美观性的话肯定会好一点点这是第2种情况。那第3种情况的话，就是柜子的高度已经大于2.2米了，它的3合1的一个孔位的话，它又变成朝下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就是要考虑安装的问题。大于2.2米之后的话，它有可能是做到顶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要五金要朝下了。那现在方便现场好固定我这一块顶板，对吧？其实这种分类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大多数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用到我们现在2、3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就有点疑问。什么疑问？就是中间这个区间1.6米到2.2米之间，还是会有存在说做到顶的这种情况。而且我的一个2、3柜的话，它只能是竖着装，它不能躺下来装，所以导致我上面这个顶板不好装，对吧？那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呢？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的话，它层高就只有一个2米出头，那我做的衣柜也可能只有2米出头，是吧？那这个时候安装之后就会反馈这个问题了，就说我的顶板的五金不好装，为什么不好装？因为它没有超过2.2米，你软件默认的话，它的孔位它是朝上的，我没有任何的备注的话，它就是朝上的，所以现场做到顶的，然后它的螺丝刀拧不了。没办法伸进去，所以造成这种安装困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当我们的一个安装现场做这种楼层高度比较低的一个楼层的时候，例如我们这种阁楼、复式公寓等等这种做整柜到顶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一个顶板五金朝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2、3柜特殊的一个结构嘛所以我们下单的时候就要可以备注我们的五金是可以改成朝下的，这样的话安装现场就没有问题了。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小细节的一个问题OK，那我们结构结构这里的话，主要的话就这3方面嘛。首先第一个就是上个视频有讲到的侧板合并不合理的
第二个就是刚刚有讲的竖板结构不合理的，第三个的话就是平板五金朝向不合理的，这三个的话是目前我们安装结构经常会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所有的不合理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安装现场的一个效率，会增加我们后期的一个风险啊。这个的话，大家在做这种二三柜结构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三个问题就可以了。OK，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第一趴的内容，关于我们结构合理性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讲到我们第二趴的一个内容啊，也是关于我们二三柜常见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产品的一个结构。